大家有看过一部叫《美国新玫瑰情》的电影吗？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有妻有女的美国大叔，在中年失意之境竟爱上了女儿的闺蜜青春美少女安琪拉，然后大叔就疯狂上头，疯狂幻想，最后一步步掉进恋爱泥沼的故事。这部电影画面极美，尤其是一个镜头名留青史，漂亮的安琪拉光裸着身体躺在大片的玫瑰花瓣上，这是全片最经典的场景。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饰演安琪拉的这位姑娘，她叫米娜·苏瓦利。1999年，美国新玫瑰情一上映，就横扫了奥斯卡无数个奖项。而作为这部电影最出色的一角，米娜创造了好莱坞最经典的美国新玫瑰情形象，而遗憾的是，她的事业却没有因此而腾飞。和剧中青春美丽、浑身上下散发着性魅力的安琪拉相比，米娜的前半生却因为性这一主题陷入了痛苦和自卑中。说她是最惨的美国新玫瑰情也不为过。12岁开始被性侵，被逼染毒染病，从天才少女堕落，即使是在拍摄美国新玫瑰情时期，她也每周被男友虐待。如今米娜形容自己的人生是尴尬、充满磨难而痛苦的。12岁时被男友强奸后患病，并在生日当天被抛弃。16岁被30多岁的经纪人性侵并逼迫吸毒。18岁被人当作玩物强行多人运动，写遗书想死。但在人生的初期，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出生在罗德岛的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名爱沙尼亚精神病学家，60多岁才娶妻生子，母亲比父亲小了30岁。米娜说她自己小时候一直被老师称作神童，她永远是尖子生，并且获得了不用上课的权利。老师专门为她在图书馆安排了一个米娜专座，供她自学高年级的课程。当然，她从小就是个美人，因为长相和学习都比其他孩子突出，又是一个人学习，她的朋友很少。只有一个人对她格外感兴趣，她的哥哥的狐朋狗友。这个男的当时已经16岁了，他开始疯狂给米娜写情书，对她展开攻势。米娜只有12岁，因为渴望陪伴，她希望有个朋友或男友在身边。这个男的很快就说服米娜去他的卧室与他独处。米娜后来回想，这是一切急转直下的开始。现在他想起来还是很生气，因为家人、老师没有人在乎他的成长情况，没有人在意一个比他大4岁的男生正在诱骗他。最终，这名男子不顾米娜的反抗，强奸了她，并且在日后对她实施了多次性侵，最终导致她患上了痛苦的膀胱炎、尿血、腹痛。她去看医生，医生也没有警惕，发现她正在被虐待，甚至连病因都没有查清楚，只给她开了避孕药。可恨的是，男人知道她患病后，在她13岁生日的当天甩了她，还骂她是妓女，并且把米娜与她发生关系的事告诉了整个镇的人，试图合理化自己的强奸行为。米娜成为众矢之的，她的父母也不相信她。她因为霸凌无法再在学校里安心学习，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她的美貌使她在各种模特比赛中获胜。尽管身材娇小，但她接到了不少广告，陆续可以客串电视剧和电影。但米娜始终为当时的人生分岔路感到遗憾。她小的时候一直觉得未来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影视演员的圈子里还有无数像当年强奸她的渣男一样的禽兽。15岁那年，她和家人一起搬去了洛杉矶，一边读书一边在星探的介绍下开启电影事业。当时恰好她父母在闹离婚，没人管她。就在此时，那个平时看起来亲切靠谱的经纪人就变脸了，趁机对她下了手。先是诱奸了米娜，再诱骗她沾上毒瘾和酒精，一切木已成舟之后，她的父母也在这时离婚。父亲中风，生活难以自理，他开始加倍酗酒。他也写过遗书尝试自杀，但最终还是选择向毒品屈服。那时他还没成年，几乎没有一种毒不沾。米娜每天靠麻痹自己忘记这些痛苦，大脑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每天浑浑噩噩，也更加渴望找到一个男友给自己陪伴和安慰。错误的时间找到了更加错误的人。17岁的米娜开始与一个26岁的灯光师交往，这名男子是个性瘾和毒瘾者，为了嫖娼和吸毒家徒四壁。出租屋里只有一个脏的像几百年没有洗过的床垫，3年来米娜就住在这里。
衣服没有地方挂，只能堆在地板上，每天给灯光师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做饭。他说，回想起来真是恐怖，因为灯光师非常擅长控制人心，他总是能看透米娜害怕孤独脆弱的一面，然后利用这个让她顺从自己。他逼迫米娜去买很多成人玩具满足自己的欲望。米娜说她的自尊心完全被消磨没了，对方把她当做一个玩具看待，经常强迫她发生关系，从来不会在意她想要什么，只要她满足不了灯光师，就会被骂她是无能。我没有被爱，我只是一个躯壳，是她欲望的容器。更糟糕的是，因为灯光师的性瘾，他在外面嫖娼约炮，还染了一身病，回来还逼迫米娜与另一名女子和自己多人运动，否则就以分手相逼。听起来米娜很傻，但当时的她已经在这段虐待关系中完全被控制了。她回忆，男方让她看着自己与另一名女子发生关系，并且开始每周领回一个不同的女人，让她也加入他们的多人运动。米娜第一次被迫加入时，一直在一旁哭泣，她无法接受男人公然劈腿，并用这种方式羞辱自己。更加令她痛苦的是，她曾以为美貌是让他人不离开自己的武器，现在灯光师让她失去了最后的自信。最后，米娜被男方传染得了生殖器疱疹，那时她已经是电影主演了。她发现离开有毒的男友很难，但工作却能分散大量的注意力，让她快乐很多。在她的第一部大电影著名青春片《美国派》中，她扮演一个唱诗班女孩。在拍摄《美国新玫瑰情》时，她感受到了来自导演萨姆·门德斯和剧组工作人员的礼貌和尊重。她在剧组被当作小孩一样照顾、鼓励。至今回想，米娜都觉得在剧组的日子是最快乐的。但每天拍完戏，当19岁的她回到家，悲剧还在继续。男友给她定制了 KPI， 每周至少要参与3到4次变态行为。她只有在男友纵欲过度后睡着时磨练演技，努力完善角色。第二天早上在剧组，她还要装出一副一切正常的样子。这期间，她感受到了演戏带来的力量，十几次准备收拾行李，彻底断绝与男友的关系。在拍下一部电影的时候，米娜需要离开洛杉矶拍2个月的外景，终于找到机会和变态灯光师分手，但她又快速进入了下一段感情，与大自己16岁的摄影师闪婚。他们在美国新玫瑰情首映式上认识，这位导演是不错的人，善良且温柔，他就在冲动之下做出了决定。当首映式上记者说他这么小就能接到如此厉害的剧本，很幸运时，他点了点头，心里在想的却是终于可以逃离这地狱般的生活了。这位导演帮他戒掉毒瘾，在他清醒后大哭了一场。到爱10年间被夺走的纯真，米娜始终非常感谢第一任丈夫，称他为拯救自己人生的人。但她还是因为太小就结婚了，心理不成熟，错过了这个好男人。结婚5年后，米娜开始觉得自己被婚姻束缚，也没有准备好生孩子，所以选择了离婚。接下来她就没那么幸运了，遇到的又是一个又一个渣男。离婚后，她曾和一名澳大利亚养生专家恋爱，养生专家一看就不靠谱。米娜主动向他坦白自己正在治疗疱疹的事实，这名男子对此表现得非常冒犯。之后又向他推销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草药偏方，让他服用，说是可以治疗米娜的膀胱疼痛问题。但米娜吃了药后，身体却越来越糟糕。她告诉男友，她去看了医生，医生建议不要再吃奇怪的东西了。但男友却骂米娜，质疑她作为养生专家的专业素养。这一段感情也鸡飞蛋大。2007年，她在新电影宣传期间遇到了一名好莱坞市场推广人，再次陷入了曾经的错误，闪婚。结婚后，她震惊地发现，这名男子虽然接了不少大项目，但却又穷又抠。米娜本身也是个购物狂，自己的钱够自己花就不错了，现在还要为丈夫高昂的生活方式付款。最可笑的是，他们结婚时，男方要面子又抠门，买了一个巨大的钻戒，在订婚宴和婚礼上作秀。等这2天用完了，男的又把戒指要回去卖掉了。这段时间，米娜的财政压力大到她快要破产，连存好的养老金都拿出来用了，于是又开始大量饮酒。之前的虐待关系造就的定式思维，让她习惯性先反思自己，觉得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才会沦落至此。离婚最终发生在她拍大热美剧《美国恐怖故事》的时候，丈夫开着她买的兰博基尼到片场，狼吞虎咽吃光了剧组的零食，让她非常丢脸。据说之后丈夫还告诉了她一些事情，导致她把丈夫踢出了房子，宣布离婚。不过究竟是什么事，米娜从未公开。
2016年，经过了一系列的折磨、控制、虐待、性侵，米娜终于找到了真爱，对方是收入并不算高的初级道具师和舞台设计师霍普。和米娜的第一任丈夫一样，霍普体贴、沉稳，有点老派。这时的米娜也终于足够成熟，接受一段婚姻。更重要的是，她终于可以直视过去给她带来的伤害，不再试图借药品、酒精或男人逃避。现在的米娜更加大胆放心地进行慈善和演艺事业，尝试除了性感和美丽之外的更多角色。她也是第一次做了母亲。她说，我几乎花了一生的时间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我自己做的事情感到厌恶、羞愧和否认。终于有一天，我不再这样做了，我不再逃避，我审视自己。当我看着过去的痛苦自己，我看到的是已经准备好抛开这一切的我，我要治愈我自己。现在她已经是位妈妈了，为了让孩子在爱和温暖的家庭茁壮成长，不让孩子重蹈自己童年的覆辙，成为一位好母亲，这个目标或许让现在的她更有力量去治愈自己。42岁的美国新玫瑰情走上了与她童年想象中完全不同的路，但既然无法改变过去，至少她又拥有了光明的未来。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